1842年盛夏的一个早晨，还在沉睡中的镇江百姓被一声炮响惊醒。镇江西门，英军4个旅分成登陆艇上岸。与其说英军要攻占镇江，不如说他们是要切断运河。显然，英国人对这个国家已经了如指掌。特别是提及运河，英国人听到最多的就是2个字：漕运。漕就是以水运粮。如果占领了运河要地，就意味着截断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。一切都在英国人的掌控中。9天后，镇江被攻陷。1个月后，清政府要求议和，《南京条约》签订。明清帝国疆域辽阔，一条贯穿南北的运河与河上的漕运，为什么能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画上等号？中国南方的秋天最初是金色的，这是稻谷的色彩。11月中旬，苏州昆山，张秉道迎来了1年中收稻的日子。今年最晚的一季水稻要赶在下雨前收好，还有2天，任务着实有些艰巨。从2008年的10多亩到今天的100多亩，张秉道也算得上是江南一带的水稻种植大户。然而，江南地区像这样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历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。自隋朝以后，中国的经济重心悄然南移，政治与军事的重心却仍旧留在北方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战争拼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后勤保障能力。盛唐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，对北方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，依赖江淮漕运已成定局。对中国历代皇帝来说，盛产水稻的江南地区无疑是最好的征粮地。从江南收上来的粮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——漕粮。游客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完纳漕粮执照，上面记载了这样的信息：在光绪元年10月，一名叫杨文亮的佃户向朝廷缴纳了6勺2撮的漕粮。漕粮征收并非易事，帝国的统治者深知，有证可依和赏罚分明的制度都会让征收事半功倍。浙江杭州塘七古镇矗立着这样一块大碑，这是清乾隆年间皇帝免除浙江30万两地丁银的圣谕。当时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地作为上交漕粮的主要省份，每年运往京师的漕粮达400万担左右，相当于今天的2.4亿公斤。然而，各地拖欠漕粮的现象时有发生。乾隆年间，浙江除了每年要上交60万担，相当于今天3600万公斤的漕粮，还要上交280万两地丁银。如此重的任务，却丝毫未有拖欠。为了表彰浙江臣民，同时也给其他省做一个表率，乾隆帝特免地丁银30万两。今年的收成不错，再加上难得的艳阳天，刚收割的稻子经过几天的曝晒，就已经颗粒饱满了。谷物在晾晒之后半个月，农户们就将大部分粮食送往当地粮库，再由地方粮库转运到国家粮库。过秤、验粮、收粮，
一系列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今天，中国农民已经不需要再向国家缴纳公粮了，相反，向农民收购粮食却成为国家的义务。明清时代，漕粮征收是一件容不得丝毫差错的大事。粮食如果分量不足或者没坏，州县官员就会被革职，连同监督漕粮征收的官员也会官降一级。漕粮征收只是漕运的第一步，在农户和官员的共同努力下，在明细的制度保障下，才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。入库后，张炳道的这些粮食就要沿着这运河水路踏上运往四方的航程。如果大运河有记忆，这样的场景他一定不会觉得陌生。上千年来，南方的粮食不就是像这样被征收上船，然后沿着运河一路北上的吗？今天，运河沿岸还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运粮船。陈红粉常年生活在运粮船上，每年都要随着船奔走在运河沿岸的各个角落。每一次，他都是采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统计粮食数量。这种计量方式需要竹签来帮忙。一根竹签代表12包大米，1000多根竹签就代表这一船装载12000多包大米。运米的路途极其漫长，密实的遮盖粮食免受风吹雨淋，运米船踏上南运的航程。从江苏泰州到苏州，开车只需3个小时，运米船却至少要走上半个多月。陈红粉和她的丈夫李祥飞已经在河上漂了21个年头了。从9月份开始，他们一直辗转于运河沿岸的各个米场，算一算，已经3个月没有回家了。反正一年回家1个月都没有，平时都在船上。我们嘛就是以船为家的，在船上多，在家里面少。船驶到京杭运河无锡段，江阴船闸前，上百艘大船停靠在岸边，动弹不得。对李祥飞夫妇来说，这意味着在江阴闸这里可能要多待上10几天。才开，不要拐弯，不要拐。水闸边这段狭窄的小道，陈红粉已经算不清这是第几次走了。登记、领过闸牌，这是必经之路。堵船的日子显得格外的漫长，而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安静的等待。堵船、等待，从古至今，对于运河上的跑船人来说，这是常态。然而，明清两朝最南方的浙江省的漕粮运到京城，要花上5个月的时间，一旦搁浅，遥遥无期。那么，当年怎样才能确保粮食在规定期限内到达京师呢？从明朝隆庆6年开始，明朝政府就统一明确了漕运的行程日线。各省的漕粮在每年的10月开仓，
11月各运粮船队装载完成，12月开始北上。第2年2月过淮安，3月过徐州进入山东，4月到达通州。当漕粮北运的时限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下来，漕船北上便更加日夜兼程。船舶开始进闸。今天的人们面对堵船，也自有他的一套方法。调度室内，刘海荣也加班加点地连续工作了好几天了。这位在船闸上工作了将近20年的老调度员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利用涨潮的机会，他加快了放船速度。合理的调度是保证船队顺利过闸的关键所在。今天，运载电煤、成品油等重要物资的船舶，在过闸时需要优先放行。点出来，朝前上啊，把档位上走啊，请你们把档位上走啊，双膀停靠啊。600年前，享受同样优待的是运河上的漕船。在通过河道的重要节点时，漕船必须首先保证通行。10天过去了，李祥飞的船顺利地通过江阴船闸。100公里的水路这才刚刚开始。离交货期只剩下不到2天，他必须连夜赶路。他在船上当然要踏实的很多啊，所以有时候晚上我都不让他到前面去，晚上你跑的话怕危险，但是他不放心，他非要到前面去，他到前面那个手电筒照一照嘛，他也放心一点。你2个人们默契好了，他手一动一下，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哦，叫你慢下来，叫你加快一点，你就知道的。有的时候转货又不睡觉，一直通宵，开船一直通宵，有的时候呢甚至于3天都不上船睡觉。在漕运的河道上，被记住的也许只有像隋炀帝、忽必烈这样的帝王，而这些普普通通的跑船人一直是被忽略的存在。今天，运河上的跑船人依然像过去一样辛劳却平凡，他们像候鸟一样，在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土地上，为了生计，不停地迁徙。大运河上的跑船人一年有300天在船上度过，他们奔走在运河沿岸的各个码头，装货、卸货、等待、航行，日复一日，甚至淡忘了时间的概念。他们称自己为船上人，称在陆地上营生的人为岸上人。在他们眼中，这是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2014年4月6日，清明后一天，江苏高邮陈总兵庄迎来了1年中最重要的日子——清明节大祭。陈氏后人在这一天都要回到这座家族祠堂。祠堂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陈宣治水纪念馆。陈宣，明代第1任漕运总兵官。公元1415年，
明成祖朱棣任命陈宣为漕运总兵官、总督漕运。从此之后，陈宣致力于治理运河、督运漕粮，建立漕运管理制度。这一做就是30年。当时的故事，陈家代代相传。德占渔工呢，原来是夏朝的水工，像禹王之训一样的精神。陈宣呢，是我们的老祖宗，老祖宗的功劳很大。治运河，就是西部面那个运河，京杭运河，南木面通到杭州，北边顶到北京，所以叫京杭运河。陈宣任上，明帝国每年的漕粮运量达到了500万担，相当于今天的4.5亿公斤。陈业余，陈宣第17世义孙。每次大祭前，他总会拿出家中的这本宗谱，这会提醒他不忘祖先的荣耀。像这样的宗谱，在陈总兵庄家家户户都有一本。那时候叫青阳，现在才叫淮阴的。没有陈宣，就没有青阳洞。那是他的功劳很大的，而且他的那个地方还有个吴老斋、仁义礼智信，他所规划的、所设计的、所建造的，几无一策。对于陈氏后人来说，陈宣不仅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老祖宗，更是国家的功臣。陈宣重新疏通会通河，大运河全线贯通，开启了明清两朝600年运河漕运的历史。在他的任上，建造的各种水利工程更是不可胜数。自陈宣开始，以漕运总督为中心，还形成了一套庞大而系统的漕运管理体系。在中央设户部，在地方设漕运总督，总理漕政事务。各省设粮道衙门，分掌各地漕政。各州县专设机构，负责征收漕粮。从中央到地方，各级官吏按职权分别负责。就是这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漕运管理体系，漕运变得更加的高效和有章法。从陈宣开始，明清两朝全国漕运指挥中心驻淮安长达600余年。然而，令人不解的是，漕运总督设在京师，不是能更方便地控制漕运吗？历朝皇帝为何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远在1200公里外的淮安呢？今天，淮安大运河漕运博物馆内，从这座淮安古城模型中，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当年淮安城的繁华。在这里，商贾云集，百业兴旺，钱庄、酒肆、清溪馆、药肆、铜铺鳞次栉比。淮安因运河而生，因运河而兴。从隋唐到明清，这里一直是南北漕运的枢纽。明清时期，由于漕运总督、河道总督驻节于此，这里成为中央政府的漕运指挥中心、漕船制造中心、漕粮储备中心。其实，只要看一下淮安的地形图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漕运指挥中心要设在这里。淮安北有古淮河，西南有白马湖，东南有射阳湖，大运河临城而过，水运大动脉始终没有绕过淮安。今天的淮安，漕运的时代虽然早已成为过去，但运河文化
却已经深入到淮安人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清江浦、风纪仓、陈轩当年留下的这些工程，依然向人们讲述着当年忧喜交集的故事。距淮安120公里的陈总兵庄，陈轩的故事在数百年的口口相传中，渐渐被演绎成一段传奇，成为一个家族的荣耀。2014年2月28日，今天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好日子。63岁的刘国安像往常一样，骑着自行车来到运河边的这座小船厂。对于他来说，今天格外重要。这艘刚造好的大船即将下水试航。今年是刘国安造船的第40个年头。6个月前，刘国安接到今年的第一笔订单，一艘载重2000吨的大船。6个月来，刘国安每天都要到船厂，看看这艘新船的建造进度。生产周期在5到6个月，我们要雇佣25名左右工人，他们的工人工资呢占用到25万元左右。总的计算上呢，这种船呢造价还是很高的。明朝京杭大运河行驶的漕船达到1万多艘，每年单单在漕船修造上就要花费100万两白银，而更大的花销在运河河道的维护上，每年高达1000万两的白银，占到整个国家年财政收入的1/7。为了维护航道的畅通，政府还雇佣了大量河工。这些河工的工时银又是一笔庞大的支出。公元1776年，清乾隆41年，光山东省境内就有3212名河工，他们的工时银花费了朝廷38000多两白银。这个时候，整个运河沿岸河工的数量常年多达47000人。为了确保漕运的畅通无阻，帝国的统治者几乎是不计成本的给予保障。然而，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，造漕船、修河道、河工的工时银，这些钱又从哪里来呢？远离京师1200公里，这里有全国最大的超关——淮安阙关。阙关即超关。超关，朝廷在内河航线上设立的征收船税的机构，征收的对象全部都是沿河南来北往的商船。据记载，公元1840年，清道光20年，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400万两，其中近1/3收自运河上往来的商船。税款大部分用于赈济灾民、修建河堤、漕船等。像淮安阙关这样的超关，在运河沿线共有7个：北京崇文门超关、天津河西务超关、临清超关、扬州超关、苏州许树超关、杭州北新超关等。如今，运河边的这些古超关，走过600年风云岁月，最终成为记忆的坐标。鞭炮声中，新船顺利地下水了，完成了第一次试航任务。
下来的时候呢，说实在，从我们心里呢，对他也是很疼爱的，因为是这个船在建造的时候是自己用一块板给它拼装起来，给它焊接好，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在漫长的时光里，这些铿锵回荡的敲击声和着运河水声，成为运河和谐的伴奏。北京通州胡各庄的大营村，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通州码头。在通惠河没有开通之前，曾经是漕粮北运的终点。从南方沿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来的漕粮，经过1800公里的长途跋涉，终将在这里卸下。公元1901年的一天，当地老百姓在通州码头上再也没有看到漕船的身影，人们感到迷惑不解。为什么漕船没有如期到达呢？是因为运河又淤塞了吗？公元1821年，黄河不断决口，淤塞运河河道。这种情况几乎每年都会发生。运河已经千疮百孔，漕运举步维艰。5年后，公元1826年，道光5年的春天，清帝国的紫禁城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，争论的焦点就是大运河。如何解决漕运危机？朝堂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声音：试行海运。又过了1年，公元1827年，道光6年2月，第一批海运漕船从上海出发。1个半月之后，第一艘海运漕船出现在了天津港的海面上。虽然部分漕粮改走海运，但由于海上运输风险很大，帝国的统治者仍然每年投入巨资疏通运河，大部分漕粮还是走运河。然而，更大的隐患在于日益腐败的河政。乾隆中期以后，封建统治由盛转衰，政治日益腐败，河政也迅速败坏。河官们纷纷视运河水患为发财的机会，河工费用激增，河防却越来越松弛。康熙年间，河工费用不过几十万两，到嘉庆年间，河工费用竟已多达800万两。800万两白银中，用于治理运河的不到80万两，其余都被大小官员纳为己有。运河淤塞的状况常年得不到缓解。嘉庆之后，连年战乱，清政府已经无力支付巨额的河工费用，河患不止，河政腐败，运河的衰败已无可逆转。1902年，清廷颁布政令，漕粮全部改征钱币，漕运终于画上句号。然而，作为运输大通道，运河依然发挥着部分交通运输功能。1911年，津浦铁路全线通车，此时的运河载运能力已大不如前。当古老的运河运输遇上新型交通运输方式，运河通道的优势渐失颜色。事实上，当蒸汽机刚刚冒出浓烟的时候，运河运输的功能就被部分取代了。2000多年来，运河不仅掌握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命运，还掌握着无数靠运河为生的人的命运。
但是，面对工业时代的迅猛到来，运河自身的命运又靠谁来掌握呢？在今天这个铁轨和飞机盛行的时代，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当年漕运的盛景。在我5、6岁的时候，往这河边一站以后啊，不像现在人都穿的嘛，都是一小裤衩、光着膀子、光着筋，直接上去扒着那个大漕船，很费劲。60年了嘛，那是一晃这光阴似箭，人70岁了。现在，田恩祥，天津人，自小就住在三岔河口，运河带给他最亲切的记忆，就是这河上大大小小的船了。田恩祥迷恋19世纪大运河上的对漕船。对漕船是当时在河北、天津、山东一带的常用货船。它不仅具有平底潜舱的优势，而且前后可以截然分开。这个船太大太长，过桥、过闸、河的大拐弯，它得分开，短呐好过。角冠、划桨，船上的每一个部件、每一个细节，都深深地扎根在田恩祥的记忆中。现代化的运输方式，由于它方便快捷，一度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；而古老的大运河，由于它原始缓慢，似乎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。今天，当人们在超市、菜场买粮买菜的时候，或许很少会去想，这些食物是怎么运来的。对于一个有着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说，食物的短缺是不可想象的。2008年，中国南方遭遇50年不遇的大雪，暴雪使得航空、铁路、公路全部封闭，生活物资供应顿时紧张起来。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，古老的运河再一次肩负起为城市运输粮食等生活物资的责任。当灾难突然降临，运河因其依托于自然的运输